徐伯君的电报，他希望我们帮他彻底的除掉谭玄灵，并开出了优厚的条件。这笔生意真的是划算。啊，大帅这身打扮，倒像个教书先生。不瞒山下先生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也是考取功名的。如那个时候做了教书先生，这日子一定比现在过得安稳自在。自古白衣卿相，志在问鼎，江山立不世之功，蛟龙又岂能是池中物啊？那就要看山下先生这阵风，能不能让我重上青云。徐督军只要兑现承诺，我呢，自当鼎力相助。山下先生放心，只要除掉了谭玄林，我会让手下趁机接收上海，到时候穆家的一切，全都是你日本商会的。徐督军请放心，我们志在必得。山下先生，你可不要轻敌呀！现在谭玄林和穆婉清正在谈婚论嫁，一个有了枪杆子，一个有了钱袋子，谭玄林和穆家狼狈为奸，到时候我们再想对付他，可就难了。大帅请放心，我们自有办法。姐姐，婉清，我听说你爸遇刺的消息之后，一时情急赶了回来，没来得及跟你说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在香港的生活，多谢谭司令托人照顾我，谢谢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对你亲生父亲的承诺。婉清，我能去看一下我以前住的房间吗？当然可以了。要是这些家具你喜欢，我可以送到你现在的住处。不必了，我看看就好。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和我开口。你和谭司令也好事将近了吧？是啊。恭喜你们。既然你已经祭拜过穆伯父了，不如先送你回去。这里相册还有一些我母亲的照片，我想带回去，请便。说起来，他也挺可怜的，毕竟崔莲凤做的那些事情，他都不知情。所以崔莲凤付出了性命的代价，而他只是失去了较好的资本。和他对你用的那些恶毒手段相比，他现在的处境，惩罚都算不上，又何来可怜？你还真是铁石心肠啊！对所有伤害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
在看什么呢？再看你小时候的照片，太可爱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穆婉婷这次回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以前的大小姐脾气都没有了，倒是低调了很多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觉得她没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洗心革面，你还是小心为好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谁都不能伤害你。哎，这个是许光耀吗？啊，这是他10岁的时候来家里做客拍的。哦，他10岁就认识你了是吧？不是，好像是9岁。认识早有什么用？你还不是我的女人。那你还吃醋？谁吃醋了？你呀。那他认识你10几年，我才认识你几个月，应该吃醋的是他吧？只不过这样的合影我们都没照过。那等我们以后结婚了，这样的合照不是想拍就拍啊？从我们2个人年轻的时候到老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有孩子有孙子，我们每一年都照全家福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们这一辈子每时每刻都把它记录下来，好吗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老爷的书房里还有些文件，我不知道哪些是要用的，哪些是要处理掉，你要不要过来看看？我马上就来。是。我先过去了。好。谭司令，哎，方叔，这个穆公是什么时候跟他们合的影啊？哦，这是当年老爷押货的时候雇的白鹅洋枪队。白鹅洋枪队，穆公还雇个洋人呢？啊，老爷是听人说洋枪队的枪法特别神，说是一个能顶4、5个。那时候兵荒马乱的，又是打仗又是马匪的，找几个能干事的也踏实点不是？什么枪法这么神呢？这洋人吹牛的吧？哎呦，还真不是吹牛的，洋人的子弹特别厉害，那个都是什么开花弹，一枪下去能削掉半个身子。这是当年从你父亲伤口上取下的弹头，这些年我一直留着，也许你能用得上。开花弹。谭司令，你还有其他事吗？方叔，当年穆公走的是哪条路啊？这么不太平。那是10年前，是罗督军和徐伯钧正打得不可开交，老爷押了徐伯钧的军用物资回上海，到了江浦啊就走不动了。前面江上那2军打了起来，老爷一看没办法，就从江浦上了岸，走了陆路。幸亏找了这个洋枪队呀。前面就是江浦，你们原地扎营休息，等灵儿病好了再走。我跟雨儿押着辎重先走。是。方叔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好。回司令部。玄灵人呢？哦，谭司令回去了，说是有急事。啊，这么着急啊，连招呼也不打一声。是。你看着。收起来吧。哦。那洋人吹牛的吧？哎呦，还真不是吹牛的，洋人的子弹特别厉害，那个都是什么开花弹，一枪下去能削掉半个身子。再次，丽茶饭店。好。
谢谢。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最近处理穆老板遇刺的事情累着了？我没事。你用穆家旧案逼徐伯钧下野，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，你自己小心点。是我疏忽了，但是我已经把徐伯钧的眼线挖得差不多了，他想对我动手也没那么容易。那就好。廖先生，我这次这么急着找你来，其实是有一个私事想请你帮忙。跟我还这么客气啊？有话直说。我知道您在使馆区颇有人脉，是否听说过有一支白俄洋枪队？白俄洋枪队？对，他们的枪法神乎其神，而且10几年前就声名鹊起了。他们是靠保护生意人赚取佣金的。当年俄国10月革命之后，有一些当时的俄国军官逃入中国，他们其中确实是有一些重操旧业，赖以谋生。你怎么突然间想问这个？穆伯父当年也雇佣过一支白俄的洋枪队，他们用的是开花弹，而且最巧的是，他们和我爹同一时间到过江浦。我明白了，但是玄林，这个世上有很多巧合之事，也许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是，我也希望是巧合。可是廖先生，我是刚刚知道此事的，我现在脑子特别乱，我不知道该去找谁，所以，我只能想到您了。你放心，只要当年的这些人还活着，我一定帮你找到。多谢廖先生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谢谢。玄林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。您说，您这次来上海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说。之前在北京使馆弄了一批军火，现在装上了一艘英国货轮，可那帮英国人怕死，不肯运往前线，最远只能运到上海，所以我想请你帮忙，让这批货在上海中转，发往广州。没问题。我现在已经基本算掌控了上海，以后要是运军火还有药品，可以直接通过上海中转。今天下午谭司令有打电话过来吗？请接司令部。请稍等。司令，您不跟穆小姐一块儿吃饭了？
不吃了。为什么？回去吧。行。我托阿廖沙打听了，这个谢尔盖·奥涅金娜是当年逃入中国的沙皇士兵，参加过日俄战争，是有名的神枪手。在门口守着。好。Это командир Тан. Командир Тан хочет узнать,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каких влиятельных людей ты обеспечивал. Были ли опасности? У тебя есть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е резюме на должности телохранителя командира. Я охранял хозяина Ду из Гуандуна, командира Чан из Шандуня, хозяина Му из Шанхая и так далее. 他说他来中国已经10几年了，负责过很多商界的大人物，比如广东的杜老板、山东的张司令，还有上海商会会长穆先生等等。广东、山东的我不感兴趣。你给我仔细说说，你是怎么保护穆老板的？ Чтобы наша команда могла обеспечи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опроводить хозяина Му.他说，他们当时从江浦上岸的时候，发现了另一伙军人。穆老板认出来那是罗督军的人，而穆老板押送的却是徐督军的货物。双方交战，是敌我关系。穆老板为了安全起见，趁这伙人一字纵队进入山谷的时候，下令开枪，无人生还。 司令，Стреляли мы. Стреляли мы. Стреляли мы. 大哥，是我。刘先生，我是不是做梦了？脉跳得这么快，司令，您可吓死我们了！您在梦里一直在喊老司令。 原来是梦啊！
刚才梦见俄国人，说是他们开的枪。原来不是梦啊！司令，刚才穆小姐来电话了，告诉她我有事，不让任何人打扰。可是穆公馆还在筹备你们的婚礼啊，那他打电话过来就是让我休息一会儿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司令，出去！走吧。廖先生，那个洋鬼子到底和司令说了什么？你们司令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坎儿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廖先生？司令从穆家回来就一直不对劲儿。还是别问了，他想说的话，自然会告诉你们。好啦，真好看，穆小姐，这套婚纱好适合你啊。哦，不过这个腰可以再紧1寸，会显得线条更好。好。顾小姐，你们公司有没有男演员和玄灵身高相仿？啊？为什么问这个啊？再过2天你就是司令夫人了，还追男明星啊？我哪里追什么男明星？只是今天要试礼服，但是玄灵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还有这个，打电话到司令部也没有人接，我就想找人替他试一试。奇怪了，小叔叔答应的事情从来都不失约的。是啊，以前徐伯君天天盯着，坐在火药桶上也不失约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了。没事，你先别多想，也许他临时有事耽搁了呢。耽搁了倒不怕，我就怕他有事瞒着我。那你怎么不去问他呢？他说让我无条件相信他，我要是追问他，倒是显得我小题大做了。要不，还有这里，我替你去找找他，看看他到底在忙什么。也好，你替我去问问他，是不是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。好。通常小叔叔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不是在司令部睡大觉，就是在靶场打枪。我去看看吧。别着急啊。顾小姐，苏少帅回来了，在门口找您。他回上海了？那我先去了。
回来了。干嘛冲我敬经理？我现在也是上过战场，见过生死的军人，给我喜欢的女人敬个礼，不犯法吧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没受伤吧？怎么？担心我？报纸上都登了，说你苏少帅一个人单枪匹马闯进军营替裴徐两家调停，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有本事的嘛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公子哥吗？这叫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还一鸣惊人呢？我看你是吓人。这战场上枪弹无眼，你要是有个万一……啊！没有万一。我说过的，我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里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原来你是回来取东西的，我今天忘带了，下次来用吧。不取，就一辈子都留在这里，好不？我还有要紧的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我今天晚上在你家楼下等你，记得给我答复。司令，你休息会儿吧，都打了几百发了。双儿小姐，你快劝劝司令吧，我怎么说都不听。好。去司令部找你，问谁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。我一猜就是在靶场。怎么样？虽然只是小时候和你南征北战时摸过枪，但是这么多年不打，我这准头还不错吧？哎，小叔叔，你等一下。你和穆小姐之间到底怎么了？都要结婚了，你们到底在闹什么别扭啊？她还好吗？当然不好，她还以为你故意躲着她呢。本来女孩子嫁人的时候就容易敏感，你还这样对她，她心里能好受吗？双儿，你说，算了，你帮不了我。哎，司令。你刚才闷头打靶，现在又闷头喝酒，你倒是和我说句话呀，小叔叔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没见你喝这么多过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让你难成这样啊？双儿，你知道这个混老天干什么了吗？他给你一块蛋糕，却掺杂着砒霜。你说，我吃还是不吃？什么一块蛋糕一口砒霜的，什么意思啊？
小心。慢点，慢点啊，小心台阶。通常小叔叔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不是在司令部睡大觉，就是在靶场打枪。我去看看吧。备车去司令部。我知道你难受啊，可是万晴，我心里也难受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我本来以为我们之间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都能一起解决。小叔叔，你醉了。哎，我想过无数种可能，不管不顾的去跟你在一起，但是我每次想到这儿，我的心就很难过。小叔叔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是我所有的牵挂。以前我真的想过，这辈子就这么不远不近的陪在你身边。不过你现在有了穆小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为一个女孩喝醉成这个样子。你对她的感情一定很深吧？你们两个呢，很般配。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她。12小姐，苏少帅来了，在下面吵着要见你。哦，好，我马上下去。对不起啊，晚上你约我的事，
我给忙忘了。你跟我说今天下午有事要忙，就是陪那个姓谭的花天酒地、醉生梦死是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小叔叔不是这种人，我也不是这种人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？跟我一样？他配吗？我至少不可能要在结婚的时候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，更不可能不顾及你的名誉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我和小叔叔是一家人，是亲人，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。一家人，一个姓谭，一个姓顾，你告诉我是一家人？来，你现在就把那个姓谭的给我叫下来！我倒要问问他，马上就要和穆婉清结婚了，为什么要招惹我苏红琛的女人？你给我下来！那个，谁是你的女人了？你自己认的，我可没认啊。报也报了，坠子也收了，你现在跟我说不认？报是你要报的，坠子也是你塞给我的，我凭什么要认？你就那么离不开那个谭玄龄是吧？我一片真心，你当成驴肝肺，愿意跟他这个有妇之夫暧昧不清？你来的正好，我告诉你啊，赶紧去管管你家那个沾花惹草的未婚夫。双儿小姐，司令这次真是喝多了，连胆汁都吐出来了。没事，我来照顾他吧。嗯。小叔叔，你醒了。哎，穆小姐，那个我们司令已经睡了，你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。哎，穆小姐，哎，穆小姐。走上几里路。